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上期视频中，我们介绍了如何通过大公司的域名来找到 Cloudflare 的优质边缘节点，从而提升科学上网的访问速度。今天我们继续扩展这个方案，不仅同样能够提升科学上网的加速，还能进一步实现对个人网站、博客，甚至像 MB 这种视频网站服务的加速。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通过优化，网站在晚间的繁忙时间访问效果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视频中左侧是未经优化的从国内访问英国自建 MB 的效果，右侧是通过加速优化后的效果。本期视频也是根据网友的留言补充制作的，考虑到有网友对网站加速比较感兴趣，后面的2期视频都会来介绍如何加速国内的网站访问优化。本期我们介绍如何加速访问海外网站的方法，下期我们介绍如何利用 Cloudflare 的回源服务找回被运营商封禁家庭宽带的80和443端口，从而实现优雅的在国内外访问家庭网络服务，无论是 MB 还是自建博客。大家知道，国内的网络带宽非常昂贵，阿里云和腾讯云的主机提供20兆、30兆的带宽，而通过家庭宽带的上行带宽，你可以轻松获得100M 的上行带宽。这些视频之间有一定连贯性，因此建议感兴趣的朋友都看一下。请大家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的网站会不定期发布一些网络优惠活动以及海外电话卡的申请信息，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第一时间操作才更容易成功，所以一定要记得关注哦。我们一起抢占先机。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需求和目的。假设我们需要访问的真实的网站地址是 xsourcemcfu.org， 我们想使用的域名是 mvxxxxyz， 通过这个域名在国内实现加速访问。因为需要把真实的网站域名放在 host 头中，把 name 指向 visa、cn 都封装在一起。这个配置比上期稍微复杂一点，但别担心，我会一步步带你完成。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使用 Cloudflare 的回源服务。简单说一下，什么是 Cloudflare 的回源服务？当你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并按下回车时，请求首先会被发送到 Cloudflare， 而不是直接到达你网站的服务器。Cloudflare 的内容分发主要有2个重要功能，我们用这个事例来解释一下。当你通过 mvxxxxyz 这个网址访问使用 Cloudflare 代理的网站时，请求会先通过域名解析抵达 Cloudflare 随机分配的公共节点，通常是网络拥堵较大的边缘节点 IP。 此时 Cloudflare 会做一个判断，看看你请求的内容是否已经在它的缓存中保存了。如果有缓存，它会直接将内容返回给你；如果没有，则需要知道该请求对应的真实原站地址是什么，以便从原站获取数据。而在 Cloudflare 中配置的与 mvxxxxyz 对应的真实海外网站的域名就是回源服务器。比如，在这个例子中，回源服务器的域名是 xsourcemcfu.org。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进行优化，请求在不同节点之间的来回传输路径可能不是最优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这些不顺畅的部分进行优化，使请求的传输更加高效流畅。优化后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通过 visa-cn 来选择最佳的边缘 IP 节点，使用正确的方法来将 mvxxxxyz 与 xsourcemcfu.org 关联起来，从而提升访问速度和稳定性。相比于未优化时的随机选择，这种方式可以更精准地定位到更优质的节点，能够更快速、更稳定地访问目标网站。下面开始我们的配置操作。首先，我们需要准备2个域名。用于回源的域名 cfu.org 必须托管在 Cloudflare 上，另一个用户加速访问网站的域名 xxxxyz 必须是非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域名。这2个域名缺一不可。为什么不能2个域名都在 Cloudflare 上？因为如果2个域名都在 Cloudflare 上，当我们将 mvxxxxyz 通过 name 指向 visa-cn 时， Cloudflare 会检测到托管在 Cloudflare 的 mvxxxxyz 没有正确解析。现在 Cloudflare 增加了一些限制规则，如果域名没有指向回源地址，而是通过 name 指向到了某些大公司或第三方的域名， Cloudflare 会直接弹出错误提示，告知你这类配置不被允许，并建议 name 应指向属于你自己控制的域名，
而不是外部的服务。因此，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一个托管在 Cloudflare 上，一个不在 Cloudflare 上的域名是必须的，这样才能避免解析冲突，实现正确的访问配置。对于非 Cloudflare 的域名，我推荐使用 DNSPOT 这个域名解析服务，因为它提供了免费的路径分流解析功能，可以根据访问者所在的地域，如国内或国外，来灵活地分配不同的解析结果。在准备好2个域名服务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始配置了。第一步，配置回源服务器。我这里用于配置回源服务器的域名是 cefeu.org。首先需要在 Cloudflare 中进行 DNS 解析设置。在 Cloudflare 的控制面板中，选择添加解析记录，将 ACK-Source 指向你的 MB 服务器或者博客网站的公网 IP 地址。在设置时，一定要记得开启小云朵图标，这意味着 Cloudflare 的代理服务已经启动，可以对你的服务器流量进行保护和优化。域名解析配置完成后，开始配置回退源。进入 Cloudflare 的控制面板，点击左侧菜单中的 SSL/TLS 选项卡，然后选择自定义主机名。在这个页面中，你会看到回退源设置的选项。在回退源输入框中，填入刚刚配置的 ACK-Source cefeu.org 作为目标回源地址。一旦输入完成， Cloudflare 会自动检测这个回源服务器的状态。如果你的海外服务器的网站配置正确，并且服务正常运行，几秒钟后就会显示有效状态。这意味着 Cloudflare 已经能够成功连接到回源服务器。第二步，将回退源与真正要解析的域名建立关联。我这里要解析的域名是 MV/XXXXYZ。在 Cloudflare 的控制面板中，依然是在自定义主机名菜单下，点击添加自定义主机名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在主机名这一栏填写 MV/XXXXYZ， 然后将其他选项保持默认设置即可。检查填写的域名无误后，点击对话框右下角的添加自定义主机名按钮。这样操作完成后， Cloudflare 会将 XXXXYZ 关联到我们之前配置的回退源 ACK-Source cefeu.org。但是在正式生效前，我们必须按照 Cloudflare 的提示完成域名的验证工作。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2个地方的验证。我们首先来配置主机名状态的验证。要让主机名状态变为有效，我们需要到非 Cloudflare 托管的域名注册商那里进行设置。这里我使用的是 DNSPOT 来管理域名。进入 DNSPOT 后，选择我们需要配置的 MV/XXXXYZ 域名。在解析设置中添加一个 MV 域名的解析记录。在添加解析记录时，记录类型选择 Name， 线路类型保持为默认，而记录值填写为我们在 Cloudflare 中刚刚配置的回源地址 ACK-Source cefeu.org。完成这一设置并保存。稍等片刻，回到 Cloudflare 的管理界面中查看主机名状态。此时 Cloudflare 中显示的 MV/XXXXYZ 的主机名状态应该会从未验证变为有效，这就表示我们成功完成了主机名的关联和验证。接下来，我们进行第2项验证，自定义主机名中的证书状态验证。在 Cloudflare 的控制面板中，找到自定义主机名设置，并查看证书状态。如果证书状态显示为待验证，点击待验证按钮。点击后， Cloudflare 会弹出一个提示框，显示需要进行域名验证的相关信息。根据提示内容，在 DNSPOT 中添加对应的 text 记录来完成验证。这段 text 记录通常包含一串代码和目标域名的组合格式。注意，这里有2种可能的格式，仅使用验证代码的前半部分，通常格式类似 acme_challenge 开头，使用完整的字符串作为验证值。由于每个域名解析服务商对验证值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同，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将2种格式都添加到 DNSPOT 中。例如，如果给出的完整验证记录是 acme_challenge MV/XXXXYZ， 那么可以在 DNSPOT 中同时配置 acme_challenge 和 acme_challenge MV/XXXXYZ 2种形式，都对应配置页面给出的证书验证 text 的值。此外，在验证页面的底部，你会看到一个叫做自定义主机名的 DCV 委派的选项。这一步需要我们在 DNSPOT 中再次添加一个 name 解析记录。例如，
如果你配置的子域名是 MV XXXXXYZ， 那么就将 hostname 替换为 MV。在 DNSPod 中添加一条 Acme Challenge MV 的 name 记录，指向 Cloudflare 给出的如图所示的数值。这里记得同样要将 hostname 替换为你的域名，例如我这里就是 MV6D96 等等内容。所有这些设置完成后，就可以等待 Cloudflare 进行验证。这一过程的时间可能不固定，有时几分钟内完成，有时需要更长时间，所以耐心等待即可。验证成功后，证书状态会变为有效，表示你的自定义主机名配置已经完全生效。到这里，所有步骤就完成了。第3步，配置 SSL 加密方式。到这里，我们已经成功构建了采用默认回源方式的 Cloudflare 内容分发网站。不过，为了确保访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还需要对 SSL 配置进行进一步优化，将其调整为完全加密模式。首先，进入 Cloudflare 的管理控制台，点击左侧菜单中的 SSL TLS 选项卡，进入 SSL TLS 设置页面。接着，在概述选项卡下找到加密模式设置，并点击进入加密配置选项。在加密模式选项中有几个不同的加密级别可供选择。为了确保源站和客户端之间的数据传输始终是加密的，我们需要选择完全加密严格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要求客户端到 Cloudflare 之间的连接是加密的，同时还确保 Cloudflare 到源站服务器之间的连接也是通过有效的 SSL 证书进行加密的。选择完全加密模式后，点击保存，确保设置生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网站的数据传输安全，防止中间人攻击和数据泄露问题。第4步，开始我们的通过大公司的域名进行 IP 优选的配置了。这一步的所有操作都需要在 DNSPod 中完成。在这里，我直接给出我的配置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步骤来进行参考和操作。首先，我们需要在 DNSPod 中为 XXXXYZ 域名添加2条解析记录。首先，第一条是将我们之前配置的指向 axsourcesafeu.org 的这条 name 解析修改掉，因为 Cloudflare 要求的验证已经完成了。这里修改为记录类型 A， 记录值指向 1.0.0.5， 线路类型保持默认。然后增加一条记录，就是图示中的第一条，将境内的访问通过 name 指向到 VisaCN 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 VisaCN 来实现国内访问的 IP 优选，从而提高国内用户的访问速度。当然，你也可以比较其他的大公司域名的对比数据差异，例如我这里给电信配置的是 csgo.com。为什么重点优化国内 IP？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已经详细说明了国内网络环境的特点和优化的重要性，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简单来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确保国内外用户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访问到目标网站。设置完成后，国内的访问流量会优先通过 VisaCN 选择最佳的 IP 节点，从而提升速度和稳定性，而国外流量则继续使用 Cloudflare 默认的全球节点，实现跨境访问时的最佳性能。至此，基于大公司域名的配置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实际测试来验证国内外访问的效果，看是否有明显的速度提升。这样，整个配置流程就完成了。最后来总结一下本次配置的要点，我们通过 Cloudflare 和大公司域名的结合，成功实现了针对国内外访问的智能加速，并有效提升了网站在复杂网络环境下的访问速度和稳定性。整个流程从回源服务器的配置，到自定义主机名的验证，再到 DNS 解析策略的优化，每一步都确保了流量能够高效地到达目标服务器。在下一期视频中，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通过国内 Cloudflare IP 优选策略，利用默认的80或443端口来访问家用 NAS 网络。这样做相较于租赁传统机房，可以在家中实现高效能的网络服务，并且成本更低，更加灵活可靠。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请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视频通知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